早安，大家，我是恩琪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大学时期花了自己赚的100万投资自己。这支影片就会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笔钱到底投资在哪里，还有是如何赚钱、如何存钱，以及我这几年对金钱的价值观还有心境上的转变。那如果对这支影片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Go！ 第一笔就是让我最心痛，但也最值得的牙套。相信看我影片看很久的人，就是追踪我很久的人都知道我有戴过牙套。你们可以去翻大概2、3年前的影片，可以看到戴牙套前的样子。我的门牙是往外飞的，就是有点龅牙这样。之前在拍影片的时候，就偶尔会收到一些，你的牙齿好像有一点爆，矫正一下会更好之类的留言。加上我又是做自媒体的，我想要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要面对镜头跟大家讲话，所以这一点一直让我蛮在意的。但是小时候家里没有一笔钱可以生出来给我矫正牙齿，那时候跟家人说我好想要戴牙套，大家都是劝退我的，说你牙齿很整齐，为什么要戴牙套？我想他们应该也是看习惯了，他们觉得内在更重要，没有必要为了外在而去打扮，或者是变得更好看去改变之类的。但我自己认为学业跟外貌是可以一起兼顾的，没有说你想要变漂亮就代表你会荒废学业。我属于那种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达成的。在大家都不支持我的状况下，我就自己存了一笔钱，然后跑去矫正咨询，然后我是采用分期付款，印象中应该是先付一笔头期款1万5还是3万左右，然后每个月回诊的时候再付3000。对当时的我的负担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大，总计呢大约是花了12万左右。我的矫正速度算是还蛮快的，大概1年10个月还是11个月我就把它拆下来了。矫正结束之后，我发现 before 跟 after 真的是差超多。之前不支持我的家人们也都觉得，哇，怎么可以差这么多？你现在嘴型好好看，牙齿好整齐哦，牙齿好漂亮哦。他们反而会讲这些话，我就觉得这笔钱真的是花得非常的值得。而且因为是自己赚的钱，筹这一笔钱也真的是筹了很久，所以在开始矫正之后，我真的是非常重视牙齿的健康，我都会用牙线。我小时候是完全不用牙线的，我妈都会跟我说牙线很重要，但是我就觉得刷牙就够啦，牙线要干嘛？一直到现在，我每天都会使用牙线，然后维持器也都有乖乖戴。我想这就是花自己的钱的一个好处吧。第二个是出国游学，我从大学到现在 gap year 完，准备要进研究所，这段期间总共去了3间语言学校。这3次游学所有的费用，包含学费、学杂费，然后在那边的生活费以及住宿费，都是花自己的钱。游学1个月的总花费大约落在台币10万左右，那这3次就是花了30万。在国外你真的会变得很敢说，因为你必须开口。如果你不敢讲，没有人知道你要干嘛，没有人知道你需要什么。你想要点餐，想要交朋友，想要做任何事情，都要用英文。游学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开关。你去了之后，你就会变得很敢讲。那你敢讲了，你英文就会进步很快。游学还有一个大重点非常吸引我，就是你除了学习之外，你可以探索那边的文化啊，然后去很多地方玩，让自己的眼界变开阔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笔钱真的也是花得非常的值得。投资自己的第3个地方呢，就是学开车。虽然这一笔钱相对于其他项目可能没有这么的高价位。我是花1万2给驾训班学开车，然后考驾照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考驾照不急，但我自己觉得可以在大学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去考这个驾照，对未来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工作都方便很多。第4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之前在某一支影片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在大1的时候是有在准备转学的，然后我是在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去报名了转学考补习班。在高中毕业之后，我自己就有一个体悟，就是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，然后我自己想要学习的新事物，都要由我自己买单。补习班费用加转学考报名费用，总额大概是花了5万块左右。当时我补了微积分跟物理，所以在大学1年级大家都在玩的时候，我花了应该有70% 的时间都在读书，准备转学考。虽然最后因为疫情取消了笔试，这一笔钱可能花的有一点冤枉，但其实回头看还是有它的必要性。因为在补习之后，我在学校修的微积分都觉得没有这么难。我记得那时候微积分我考了全班第1高。也许就是因为有补习，让我的分数也没有到很难看，所以有转系成功。这有点跟我自己的心态有关，我对我自己的选择不会后悔。就像转学考取消笔试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如愿达成当初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，但是在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也因为没有转出这间学校，我获得了很多很棒的回忆。
第5个呢，就是在台湾学英文。在游学之前，其实我就已经知道英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也花自己的钱。我记得那时候花了6万多，然后去补了一间各县市都有的一个连锁补习班。后面陆续也会买英文杂志啊，然后上一些线上的英文课。所以在台湾的英文学习花费大约落在10万左右。如果以相同国家然后相同口音的外国人讲英文，那时候可以听懂40%，现在应该可以听懂70% 左右。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第6个呢，就是拍摄器材，因为我是做自媒体嘛，所以我定时就要去更新我的拍摄设备啊，还有收音设备，让大家有更好的观看体验。这几年我在拍摄器材的费用大约是花了15万左右，买了有4台相机，然后麦克风、字体啊、剪片程式等等全部加起来。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些拍摄设备，让我现在去回忆我的大学生活非常的轻松。我就只要打开我的 YouTube， 然后去看我大学拍的 vlog。我真的偶尔会回去看一些我的旧影片，发现哦，原来我那时候生活是这个样子，每天都要去图书馆啊，然后偶尔就要去打一下球啊，吃了什么玩了什么。不得不说，记录生活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兴趣。接着第7点呢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研究所花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刚考完研究所，好像也不是刚考完，今年2月考完研究所，然后陆续也就是处理了很多研究所相关的事务。我在7月中左右就已经正式进入成大材料所的实验室了，现在过得非常的忙碌，目前还在找寻一个生活跟学业的一个平衡，所以最近的影片比较少，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回归正题，我当时是有报研究所补习班，然后加上研究所考试费用，还有住宿费用。研究所考试都是这样子，很紧凑，一整个礼拜，然后接续着考，你要北上南下这样子，这样总花费大约是5万左右。第8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投资自己的项目，就是旅行。有些人会觉得旅行就是一种玩乐啊，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投资呢？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动力。你努力久了，然后生活久了，你需要休息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？在每一次旅行过后呢，我都会更有动力读书，更有动力努力，更有动力工作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再迎来下一次放松的旅行。18岁之后，不算游学的话，我去了1次日本，然后3次韩国。日本是在2023年7月去的，然后那时候是去东京。再来是2024年2月跟朋友去了釜山，韩国釜山。紧接着2024 8月，我跟家人一起去韩国首尔。这算是我妈第一次出国自由行。我一直很想要让她知道旅行有多么的棒，因为她真的是非常的宅，因为上班真的是太累了，所以她觉得6日就应该要放松。但是因为我跟我姐都是非常喜欢旅行的人，然后我一直很想要让她知道旅行有多么的棒，所以我就直接帮她买了机票，就连同我自己的机票一起买，还有我们就一起订了住宿。我有拍成 vlog 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找看首尔的 vlog。在那一次旅程之后，她整个爱上。他到现在都还持续一直在看那一支影片，然后一直回味说，哦，这个鳗鱼好好吃哦，好想要再去一次哦，哦，这个衣服真的是很便宜耶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会讲很多很怀念那一次旅行的话，我听了也觉得蛮开心的，因为可以让原本那么排斥旅游的人变得喜欢，或者是去怀念这段旅程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再来到今年，我又要再去首尔一次，这一次呢是要帮我姐庆生，然后我这一次想要给她的礼物是G+9首尔行，所以我会带她去首尔玩6天5夜，我现在也非常期待到时候的旅程，之后再拍我们的行程跟大家分享。总结这4次旅行，我估算总费用大约落在16万左右。那其余费用像是我今年6月带家人去看5月天的演唱会等等的花费，就是一些杂项，我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。我把所有零零总总加在一起，超过100万。这些钱都是由我自己的能力赚来的。那我究竟是如何赚到这笔钱？相信大家也很好奇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我总共做过哪些工作。我做过的工作总共可以分成2类，一类就是教育性质的，那另一类呢就是自媒体类的。首先就是教育性质的，我在考完学测之后就有被以前国中补习班老师叫回去当老师，也有当过家教，所以主要教育性质就是这2份工作。在自媒体的部分呢，也就是大家看到我的 IG 还有我的 YouTube。IG 可以接一些业配、一些商案，然后 YouTube 的话会有 YouTube 的收益。听别人说大概是1000观看会有$1，就是1000观看30块台币的意思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也接一些商业的拍摄、当 model 等等的，都是我自媒体的收入来源。
那只靠这些零工到底存得到钱吗？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存钱的。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开源节流，可以在大学时期去打工啊，或者是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兴趣是可以转成职业的。比如说你很喜欢打桌球，你就去当桌球老师。那我自己的话是我在大学之后，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记录生活，然后也热爱分享所有的好事情，所以我也有点像是在从事我的兴趣，但同时间又可以让我赚到一点钱。因为大学我觉得是最无成本可以去尝试你喜欢的各种事物的时期，所以就放胆的去尝试吧。至于节流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每个时期都要一直去平衡的东西。刚升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省到有点夸张，我会把一个便当分成2餐吃，然后非常舍不得花钱。后来有意识到，其实这样子有点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所以就开始学习要怎么平衡。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你一直以来都要一直去平衡的事情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，你是不是犒赏自己太多了？那有时候又会发现，你为什么连这个都不敢下单？就是为什么你订个外送要想这么久？这个没有到非常的贵，然后可以省下你去买食物的时间成本。但是我还是会犹豫很久，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要一直去平衡。你这个月赚到多少钱，然后你要自己去衡量说，这是我可以去享受的事情，这个是我需要去节省的事情。截至目前，我偶尔都会觉得，哇，我真的好省，所以节流这部分做得还不错啦。也希望未来我有比较稳定啊，或者是更好的收入的时候，我可以不用思考就可以下单我想吃的东西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要每天记账。我从国高中开始就会每天记账了。那时候我妈就跟我们说，记账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没有记账，就不能拿生活费。我记得那时候1个月生活费1000吧，不过是蛮合理的因为就是只要买晚餐也不会花到太多，而且也才国高中，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。所以从那之后呢，我就养成记账习惯，一直到现在我都有在记账。第3个呢，就是要每个月去检视你的消费习惯，我就会看我这个月花了多少钱。以前比较省的时候，1个月可以只花4、5千块，而且有时候是包含交通费的。之前在高雄读书嘛，所以高雄到新竹来回的客运票也要1200，5000减到1200，哇，我1个月才花3800在吃饭，好可怜哦！要吃多少东西才可以花3800？现在的话，我1个月平均的支出大约在1万到2万左右。有时候压力比较大，或者是完成一件大事的时候，我也学习到也要适时的犒赏自己，所以偶尔我也会自己去吃个好吃的，然后吃个寿司啊之类的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主要就是搞清楚哪些属于浪费，然后哪些属于比较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尽量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。第4个呢，就是股票投资。因为钱存在银行，利息非常的少，但如果钱存在股票，先不论这个股票会不会上涨，但是你能得到的利息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觉得学生可以先了解一下股票投资这件事情。我自己目前的话，就是以一个存钱啊，然后比较保守的方式来买股票，所以我买的就是一些 ETF， 然后我目前每个月是设定定期定额1万块，这样还可以督促自己存钱。第5个呢，就是掌握学生优惠，像是高铁票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搭客运，但是当我抢到高铁5折票的时候，我就会搭高铁。而且5折票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早，不然就是非常的晚。那时候我为了要搭那个高铁的5折票，我会5点起床，然后6点到高铁站搭回新竹，超疯。还有像是你买电脑啊、平板等等，都会有学生方案，我就可以透过还有这个学生身份的时候，好好的去运用学生的优惠。最后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价值观跟心境的转变。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们是富养长大的，因为看我们穿好吃好，然后吃得胖胖的这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说，我等下要搭客运回家，他就说，啊，你都搭客运？你一副就是高铁脸欸。但其实我们家就是普通家庭，就我妈一个人在养我们。小时候比较不懂事的时候，还为此哭过好多次，就会跟我姐说，为什么我们家这么没钱啊？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在厕所哭啊，或者在房间哭，然后哭到一半，我还跟我姐说，卫生纸很贵，不能哭。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。经营自媒体后，也真的非常多人来问我说，该怎么不去羡慕有钱人？我觉得去羡慕有钱人非常的正常啊，但这一份羡慕，我觉得可以把它转成一份动力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更努力去学习，更努力去工作，就可以达到我们理想中的模样。因为长大后，我也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能用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很帅。这样的成长环境也让我更重视存钱，也让我更珍惜自己努力换来的东西。不管你现在生活在为了什么事情努力，我只想跟你说，你很帅，你很棒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如果对这支影片有什么意见，或者说希望下次拍什么影片，都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说。谢
下次见，拜拜。